女人提着双枪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她是生肖猪的化身，从小就被父亲训练成杀人机器。男人将年幼的女儿和一群佣兵关在一起，如果他不能杀死所有人，自己就会死在这里。他灵活地在废弃工厂之间闪转腾挪，躲避着密集的枪林弹雨，并夺走一条又一条的人命。而就在杀害最后一人的时候，对方见打不过，选择了认输。他迟疑了，本性的善良让他放下了枪，没想到回家之后就被父亲重重扇在地上。父亲毫不犹豫地杀害了最后一个佣兵，并警告他绝对不能对敌人留有无用的仁慈。苛责到几乎虐待的父亲，溺爱到几乎变态的父亲，以及他嗜好杀生却天真的妹妹，伊能淑子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。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待，一直努力，但是这一切都在他父亲赢下的上一届12大战后戛然而止。父亲决定的12年后的参赛选手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妹妹。那一刻，强烈的不甘笼罩在他心头，他砸碎了房间内的几乎所有物品。随后，一个恐怖的想法涌上心头，他要亲自毁了妹妹。于是，在之后的训练中，他装成为妹妹着想的好姐姐，把人质绑起来，让妹妹亲手将其处刑。勾引妹妹暗恋的同学，又在之后的训练中故意让妹妹用极端的方式处刑犯人。第二天，果不其然，控制不住自己的妹妹，持刀杀死了所有的同学。妹妹悔恨不已，但她只是抱着妹妹安慰，没关系，杀人和杀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她今后还会杀更多人，变得更加强大。这还远远不够。终于，在他的刻意诱导之下，妹妹成了一个嗜杀成性的恶魔，并在一个深夜杀光了宅地里的所有女仆。妹妹被关了起来，杀戮的欲望无法满足，姐姐又在耳边不断重复着杀戮的话语。最后，妹妹将姐姐递来的刀子亲手插进了自己的喉咙。她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赛的名额。猪手持双枪，优雅地走上150层楼梯来到会场，其他11名参赛人员已经到齐了。他环顾四周，到场的选手有熟人也有生面孔，而且比赛还没开始，兔子已经杀死了蛇。人都到齐之后，评审员宣布第12届12大战就此开始。餐桌的中央放着12颗宝石，每个选手需要拿一颗并吞进肚里。等到所有人都吞下之后，评审员才说宝石里有剧毒，结晶体会与人类的胃酸产生反应，并在12个小时产生置人于死地的剧毒。大赛的规则很简单，第一个收集齐12块宝石的人会成为优胜者，主办方会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愿望。比赛的时间只有12小时，12小时一过，不论是否获胜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宝石坚硬异常，除了活人的胃酸，不能被任何东西震碎或溶解。当然，最终的优胜者会得到解毒剂。评审员给出一个个人建议：开膛破肚取宝石的方法最有效率。规则宣读完毕，评审员退场，这场残酷的比赛正式开始。这是每12年举行一次的残酷大屠杀，主办方清空了一座50万人的城市作为赛场，代表着12生肖的12名战士相互厮杀，最后只有1人能活下来，而优胜的奖励是实现他的任何一个愿望。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，但其中也有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。猴首先站了出来，提出了双赢的计划。猪非常讨厌猴，觉得对方肯定是提出打一场虚假的比赛，将所有宝石都交给他，最后再由他许下让大家都复活的愿望。猪在心里暗暗嘲笑猴，觉得没有人会把唯一的愿望用在这种地方。但一直昏昏欲睡的鼠却举手同意了，而且猴的计划也不是梳子想的那种，要更加安全可靠。在他的鼓动下，牛、鸡和马也跟着举起了手。不过3人在看到那个明显精神不正常的兔子也举手之后，又默默退了回去。现在支持猴计划的只有2人，而就在他们准备详细讨论时，地面突然整个塌陷，紧跟着所有人都掉到了楼层之下。毕竟众人是从千挑万选出来的选手，在掉下楼层之后很快就躲了起来。猪和兔子狭路相逢，面对这种对手，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必胜的计划。首先用手上的双枪先下手为强，拉开距离，然后利用换子弹的间隙诱敌深入，随后对着朝他冲来的兔子无限射击，最后轻松从肉块中取走宝石。然而就在正式对战开始之时，一双手突然从后面伸出，一把钳制住了他的行动。兔子的刀顺势捅进他的胸口，居然有同伙。猪惊恐的回头，发现兔子的同伙居然是一开始就被他杀了的蛇。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人的技能是制造尸体。杀死猪之后，兔子从他体内掏出了第一块宝石，并将其变成了由自己操控的傀儡。其他选手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逃离大楼。猴和鼠作为和平联盟，躲进地下道密谈。虽然不喜争斗，但猴的武力值一点都不差。实际上，炸毁大楼的就是他本人。在和平提案有望成立时，他突然感受到了来自某人的清晰杀意，为了保护在场的所有人，才会炸毁楼层，强制结束讨论。看上去懒洋洋的，只有高中生模样的鼠，同样也不是什么好对付的角色。被戳破计划的猴也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，他不否认自己的强大，就像是当时除了炸毁楼层，还有最优解法，他完全可以找出那个泄露杀意的人，并将其轻松解决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事作风，强大的力量自有他正确的使用方法。大部分的新手都选择前期先躲避起来。12大战的范围一般不受限制，甚至
出国都不算犯规。上一集的优胜者猪就是特意选择了人口密集的城市，这才把局势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场面。不过这一次，所有人都吞下了毒药，在比赛时间被明确设定的情况下，没有人会选择离这座城市太远，每个人都在谨慎地寻找着自己的对手，只有狗一人例外，他从通风管道躲进了地下停车场。这场大战的规则是所有人吞下毒药宝石，在争夺宝石，只要存在12个小时的定时毒药炸弹，就没人敢在初期静观其变，按捺不动，但他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作为一条狗，它的能力可不只是咬人，它能在体内自由合成毒液，然后通过啃咬将毒液传染给敌人。拿到宝石之时，它就知道这是某种毒药，所以早就在体内合成了解药，所以它是唯一不被时间所限制的选手，任由其他人先斗个你死我活，他好最后坐收渔翁。然而心里的盘算打得再好，也赶不上变故。狗刚到停车场不久，鸡就找到了他。面对高度警惕、随时都会发起攻击的狗，鸡显得非常无害怯懦，甚至主动放下了武器，希望能和狗组队成为同伴。狗的警惕性很强，在回答之前做出了很多的利弊权衡。鸡看上去弱小，毫无战斗力，而且还有被背叛的风险，但是如果在这里开战而受伤，也并非明智之举。于是他打算先假意同意，然后在遇上其他选手之前，趁其不备的将其干掉。但就在此时，鸡向他传达了一个致命的消息：兔子是一位死灵法师，并且已经杀掉了猪和蛇，组成了3人小队。鸡有千里眼的特殊技能，能与其他鸟类进行心灵感应，并分享鸟的视野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找到狗的原因。狗觉得鸡就是无脑的笨蛋，居然对陌生人袒露自己的特殊能力。不过这也让狗将第一个目标从鸡转到了兔子身上。死灵法师的威胁要远比鸡危险的多，于是狗决定和鸡合作，先去除掉兔子。鸡虽然穿着暴露，却是个傻白甜的话痨。既然都是队友了，交换情报是必要的。狗所了解的牛、龙、蛇、猴、猪这5人，其中威胁最大的是牛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强的没天理。战场上简直是杀戮机器。龙和蛇是一对双胞胎，被称为断嘴兄弟。虽然2人组合很强，但是蛇已经被杀，龙也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猴是个和平主义者，结束战争是他的职业，至今为止已经阻止了很多起战争。狗不否认对方的能力，这场12大战都有被他阻止的可能。至于猪没什么好说的，死都死了。鸡并不算了解他们的对手，反而对一只迷迷糊糊的鼠印象深刻。倒不是对方有多厉害，甚至不像个战士，但他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对方。被他这么一说，狗居然也有了同样的感觉。此时麻雀传来消息，兔子一行人分成了2组，偌大的街道上只有猪的尸体在游荡，狗和鸡在暗中观察着猪的动向。至于兔子和蛇，目前动向不明，猪应该只是个诱饵，一旦进行攻击就会被偷袭。狗一把这个鸡的手臂咬了一口，给他注射了能够将身心技能提高至极限的迷药，准备让强化的鸡去对付诱饵，引猪躲在暗处的兔子好一网打尽，然后自己的躲回地下车道埋伏。但他却没想到自己身边的鸡根本就不是什么傻白甜，迷药的强大力量在鸡的全身游走。狗刚想安慰几句让他控制好力量，却没想到鸡直接伸出手捏爆了他的脑袋。牛和马在地下铁路相逢，马有些害羞的想和牛打招呼，但牛已经持刀朝他冲来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鸟群聚集在猪的周围。这一场12大战，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这个女孩手里那个割蛋器，亲手虐杀了自己的父母，尸体被肢解的看不出原貌，腐烂和恶臭和满地的鲜血是她脑海中最初的记忆。警察推门而入，都被这股惨状吓得大惊失色。浑身是伤的女孩被救护车带到医院，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检查。因为从小受到父母非人的虐待，她之前的记忆完全丧失，心理的压力封闭了大脑，整个人也变得非常呆滞。因为她能与鸟类沟通的能力，女孩被庭家收养，灌输了一整套的杀人和谍报技术。世界上发生的战争无不受庭家左右，身为庭家的养女，她自然也要听命于家族，奔赴各种各样的战场，利用人类不易察觉的鸟类投下手榴弹。对于没有过去、没有目的、志向和信念的她而言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也只是听命行事，不停的杀戮，当双面间谍，不停的背叛和欺骗。因为背叛的次数太多，敌人和朋友的界限她早已经分不清了。鸡轻松的捏碎了狗的脑袋，开膛破肚的掏出了宝石。原来她装成傻白甜接近狗，就是为了获得将人体功能提升到极限的密药。在密药的加持下，鸡很轻松的捏碎了铁栏杆，干劲满满的去狩猎其他选手。大群的飞鸟在鸡的指挥下朝着猪围拢，最后硬生生的将猪啄得尸骨无存。地下道，牛和马的对战还在继续，牛的刀锋利之极，仅仅一刀就将柱子拦腰切断。对上马的绝对防御，他们之中到底谁才是赢家？鸡来到便利店寻找食物，正好遇上了同样前来觅食的鼠。相比起鸡的警惕，鼠丝毫没有发动攻击的意图，它只是来找吃的而已。因为记得鸡在
猴的和平提议上举过手，于是鼠把他当作同伴，带鸡去地下道见到了猴子。其实当时鸡是想假意答应，再趁机背叛的。鼠和猴对他完全没有设防，但鸡却在到底该不该杀的问题上犹豫了起来。面对猴子真诚的视线，鸡不禁怀疑起来，难道对方的和平协议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组队的谎言？猴子正打算和之前举过手的成员会合，他将后背毫无设防地暴露给了鸡，但鸡不仅没有动手，还将地面上的情报对猴子和盘托出。得知在那之后猪和狗都死了，猴觉得遗憾，鸡觉得对方实在善良过头了，就算他是真的想要停止战争和杀戮，那种过于理想的蓝图根本不可能会实现。趁着猴子转身吃饭的功夫，鸡将钢叉对准了他的后背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。他既没有杀害猴子，也没有选择和他联手，而是就这样离开了下水道。事后鸡也觉得自己愚蠢不堪，难道是因为密钥提升了他的人性，才让他被表面上的正义善良所蒙蔽吗？而祸不单行，就在鸡暗自懊恼之时，他遇上了一身血迹的牛。虽然对方也赞成过猴子的和平协议，但是现在人已失散，和平也就无从谈起。面对牛的步步紧逼，鸡心生退意。无论如何，和被称为杀戮天才的牛正面对决都是不明智的选择，他应该立刻撤退，重振旗鼓，或者巴结上牛背后偷袭。鸡从来都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，然而就在牛从两人刚起的对话中推断出猴可能就在附近时，鸡却下意识地将武器对准了牛。像他这种人，居然为了保护别人而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，就连鸡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他的内心不断地告诉他应该放下武器，赶紧逃走，但他的身体却坚定不移地挡在了牛的面前。或许是密钥的作用，或许是他内心的良知被猴唤醒，最终鸡被牛刺瞎双眼，一刀穿脑。临死之前，鸡让天上盘旋的鸟群吃掉了自己的身体。少女仅仅一掌就将坚硬的岩石劈成两半，她能将世间万物都轻松地化为沙粒。猴的师傅是3个猴子，他们拥有能操控万物的力量。从3位师傅身上习得了所有的本领之后，猴子下山，决心让无意义的杀戮从世间消失，而奉献自己的一生。但是世间无情，只要真挚存在，战争就不会消失。猴子执意要去尝试一番。和鸡分别后不久，一只懒洋洋的鼠就预感到鸡可能已经死了。问起原因，他只能说自己能看出别人的死相，而且如果鸡真的死了，大半的原因都要怪猴子。鸡看上去并非高手，虽然胆小谨慎，但也毕竟是个战士。但是他在和猴子交谈中却变得越来越软弱。猴子貌似无毒的善意，到鸡那里却变成了足以致死的剧毒。猴子不明白鼠在说些什么，以为对方是想要挑衅他，于是鼠扯开话题：如果鸡真的死了，现在就只剩下8名选手，鸡的必胜法依旧还有用吗？猴子表示自己说考虑的必胜方法不止一种，他还没有乐观到只用一种方式就能阻止12大战。只是他不明白，鼠从没想过阻止战争，也说自己不会被感化，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同意他的和平协议呢？鼠说自己只能忍受和平，却不能忍受和睦。他上战场前是个高中生，周围都是过惯了平静生活的废柴，他不愿意为了维护那些废柴的和平赌上自己的生命，所以自然无法理解猴子的行为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会像猴子这样会救这么多人了，被救的人沦为废柴，然后理所当然地认为战争和杀戮都是他人的工作，只会让他越保护越是想杀人。他问作为和平主义者的猴子是怎样在其中找出平衡的，鼠也没什么猴子能给出自己答案。吃完饭转头又睡了，这是一个无比敏感的话题，其实猴子自己都不想知道答案。在参加12大战之前，他已经成功的化解了300次战争和200次内乱，是当之无愧的战争调解员。这次他负责调解的2国为争夺夹杂边境的一块土地进行了长达70年之久的战争。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就不是为了国民，而是为了2国的尊严。2国代表在会议上争论不休，都不肯率先停止战争或放弃土地。而就在此时，双方代表都接到了国内传来的消息，前线士兵叛乱，形成武装力量对政府要求停战，而这一切都是猴想出来的计划。这些身处战争中的士兵都是那片土地的后裔，如果双方不愿意停战，那么这些人就会为了独立而放弃这场战争。长久的战争其实已经令2国疲惫不堪了，只要能再次削弱2国的实力，令舆论站在反叛军这边，就能使停战成为可能。虽然自己做的事很有限，但他会尽自己的努力，无论何时不做尝试是不会知道结果如何。为了解决2国战争，他直接联合前线指挥官发起叛乱，因为2国所谓的尊严让他们忽视了现实。战斗在最前线的战士们牺牲了多少，又有多少人受了伤，这些问题早就超过了2国能承受的范畴。如果双方依旧坚持打下去，那么他就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反叛军。最终在猴子的努力之下，2国宣布停战，这片被战争摧残超过70年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由于这一地区的战乱，联合军采取了军事行动并介入，武力镇压了反叛军的叛乱。他的调解没有任何作用，这种事情太常见了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找到平衡点，他会为此苦恼一辈子。树更是直言不讳，他费尽周折提出的和平提案进行交涉，但动用武力
顷刻间就能结束战斗。作为结果，这似乎能更快并拯救更多的人。他如此大费周折地维护参加12大战战士们的性命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组委会不惜清空一座城市都要举行12大战，能体现出这场大战意义得到的人，只有作为战士的他们。几乎没有人知道12大战，即使知道，也只是希望尽快结束。人生而平等，人性本善，不过是看不清现实的人所说的漂亮话而已。猴子想自己有必要纠正鼠的这种不配成为战士的想法。他拯救了很多人，也没能救出很多人，想救却救不了的人比比皆是。他无数次的目睹国家灭亡，非人道的虐杀反复上演，正义的野蛮行径刻在眼中，战争、饥饿、污染、死亡，他见过了太多。而正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现实，他才会说漂亮话，选择用语言的力量阻止战争。虽然自己多次遭遇不幸，但依旧希望能和大家和睦相处，希望所有人获得幸福。猴子也有自己的家庭，爱他的伴侣，但是他依旧选择四处奔走去结束战争。目前除去已死的4人，在场的还剩8人。猴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参加12大战，即使能实现一个愿望，但眼前的这些战士绝大多数愿望都能靠自己实现才对。尤其是身为死灵法师的兔子，猴子知道自己也要做出选择了，是留在地下静观其变，还是回到地面选择战斗。突然之间，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异响，于是警惕的一脚踹星鼠。顷刻之间，成群的鸟尸朝他们飞来，两人急忙离开下水道，冲向地面。然而就在猴子打开井盖的瞬间，一把砍刀对着他当头劈下。若不是猴子反应及时，真的会命丧当场。蛇的无头尸体挥舞着砍刀砍向猴子，猴子灵活的躲避并卸下了对方的武器。早就埋伏在暗处的兔子走了上来，看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。这场大战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战争，将大规模战争缩小成12年一次，每次12人的大战。这场所谓的代理战争决定着世界的命运。参加大战的12位战士都是各个国家赌桌上的筹码，代表们通过压住胜者来改写地图，分配世界。目前参加大战的12位成员已经死了4个，现在居首位的是持有3块宝石的牛，第2位是持有2块宝石的兔子和龙，剩下的鼠、虎、马和羊都只有自己体内的1块。围坐在圆桌前的代表们纷纷议论，都觉得牛的胜算是最高的，最终很大机会活下来的只有牛、兔子和猴。说起能力挽狂澜的选手，有人提出了羊。那个老头是第9届12大战的优胜者，也是这届唯一参加过大战的选手。当年他能夺冠也完全是爆冷，虽然早过了全盛期，但也绝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。好戏开场，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胜者？杨老爷子躲在玩具店里思考着接下来的策略。牛、兔子和猴是一流选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首先要避开和他们的正面交锋，或者想办法促成3人相互残杀后坐收渔翁。他确实曾在之前的大战中胜出，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针对这场大战的排名，他绝对是倒数的。毕竟年轻可是强大的资本。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武器商人，游走于世界各国贩卖武器，参加战争，走遍了多个横尸遍野、血流成河的战场之后，他以善战远近闻名。最后他被生意伙伴10家相中当了赘婿，并代表杨参加了第9届12大战，将敌人关于太空战后一举消灭，成为了大赛的冠军。作为胜者许下愿望，见到了自己的亲孙女儿。本以为生于战场的自己也会死于战场，没想到下半生能和孙女一起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已经享尽天伦，再无遗憾。为了不让孙女背负重任，他代替孙女参加了第12届12大战。获胜的关键是利用自己多出的经验和智慧，缩短自己和前排选手们的差距。杨从怀里掏出了原本该吞进肚子里的宝石，在主办方让他们吞宝石的时候，他就察觉出了不对，所以假借吞咽的动作，将剧毒的宝石藏进了胡子里。他对于外界已经又死了3个选手的事毫不知情，凭借他对其他人的理解，排定好排名后，杨决定和其他人玩心理战术。面对被毒死的心理压力，无论多么强大的战士，内心都会产生混乱，而他恰巧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突破。而就在杨思考的这段时间，牛已经朝着他的所在地走来。牛几刀切碎大门，房间内空无一人，炸弹装置被启动，瞬间引爆了整栋大楼。杨早就在被牛发现之前逃之夭夭了。浑身是伤的马从地下倒出来，和牛相遇的时候，他凭借自己高强的防御才勉强拦下牛的恐怖攻势，自知自己绝对赢不了牛，于是趁牛一刀轰穿墙壁之时，赶紧逃离了现场。此时的猴子和兔子2拨人马仍在对峙，鼠引开了无头的蛇，留下猴子和兔子对打。猴子虽然厉害，但却没有杀人的意图，
直到现在还希望兔子能够加入他的和平联盟，但兔子就像痴呆了一样，边发呆边攻击，搞得猴子莫名其妙，只能边躲避边继续劝说他有办法能拯救所有人，只要他放下武器就能赢得比赛，实现自己唯一的愿望。兔子似乎被说动了，停下攻击。而就在此时，大量的鸟尸群从地下道飞出，冲向猴子，密密麻麻的攻击，猴子疲于对付。兔子假意对他的提议有兴趣，原来只是在等附近的援兵而已。羊找了个僻静的实验室，继续他的计划。他所拥有的能力是运用隧道效应穿透任何物体，提出帮其他选手取出体内的宝石也不会惹人怀疑。当然，他也知道其他选手不会这么轻易让他拿到宝石，但至少会将其作为保底的手段留到最后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组织一个占有优势的团体。一番思量之后，羊选中了马作为自己的长期队友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再用自己亲手制作的投掷手榴弹葬送最难对付的牛。他原本计划在比赛刚开始之前就一次性炸死所有人的，但却因为楼层坍塌被迫终止了。距离12大战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，他也该行动起来了。蛇一路追着鼠来到一栋大楼，明明对方的没头了，却还能紧追不舍。不过鼠很快就意识到，对方靠的不是看，而是热感应，只要他稍微移动，就会遭到喷火攻击，搞得鼠只能一个劲儿的逃窜。下山的羊希望自己能碰上排名中间一点的选手，他笃定鼠和虎都比自己弱得多，甚至没有对付的必要。而正想着，他就遇上了心中排名最后的虎妹，对方正抱着一堆酒瓶醉倒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威胁性。而就在羊掏出炸弹准备将其解决之时，虎妹却突然开口，她早就发现了羊的所在。见偷袭暴露，羊也丝毫不慌地走了出来。他对虎妹这种身材瘦小、脑子又不好使的人心中轻蔑，而且对方还处在看人都重瘾的烂醉状态，嚷嚷着自己绝对不会喝醉的胡话。即使摆出了相对具有威胁性的姿势，羊也只觉得厌烦。他握紧手里的炸弹，决定速战速决，直到虎妹爆出自己的醉杀名号之时，才察觉出不对。但是已经晚了，对方伸出利爪，如一阵风一样将他秒杀的彻底。虎妹坐在羊的尸体旁哈哈大笑，他耍的可是醉拳，酒喝越多越厉害。周密计划了整整1年，最后却潦草的死在认为的最弱小之人手中。中了炸弹陷阱的牛毫发无伤，并立刻推断出伏击他的选手就是羊，顺着痕迹展开追踪。然而那只是羊布下的虚假痕迹，追到一半就断了线索。鼠还在四处逃窜，躲避着蛇的追捕。猴子边对付成群的丧尸鸟，边和兔子周旋，安排蛇引开鼠，分散战力，仿佛所有人都是他所驱使的棋子。兔子的下刀位置刀直达胃部，别人的肉体在他眼中似乎只是装宝石的容器，可惜身手远远不如猴子。被一脚踹飞双刀之后，兔子捡起刀拔腿就跑，猴子自然不会放过对方，跟着追了上去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他就注意到了，作为一名死灵法师，从操刀方式到对身体的把握程度，武术并非兔子的特长，这种人只要绕到背后就能被轻松制服。然而就在猴子纵身一跃跳到兔子背后，打算将其制服之后再进行交涉时，兔子突然手腕一转，2把大刀径直插入了猴子的胸口。猴子怎么都没想到兔子能突然使出这么厉害的招式，而此时他才注意到不远处的树上放着蛇的人头。说到底，引走鼠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体，蛇真正的视线已经将他的所有动作看在眼里了。猴子倒地死亡，自此为止12大战人数已经减半。观看直播的各国领导也到了下注的时候，主办方对剩下6人的战力重新做了排行，依次是牛、兔、虎、马、龙、鼠。大多数代表都将下注排在了靠前的选手身上，最后的龙和鼠完全不被看好。而排名第4的马虽然逃过了牛的剑术攻击，却因为失去战意躲进了一栋大楼的保险库，胜率渺茫。被杀的恐惧让马完全不敢出去面对其他选手，而如果一直躲在这里，就算不被杀也会毒发身亡。马在成为12大战的选手之前，是一名身手还算不错的特种兵。某次执行任务时遇上了全副武装的劲敌，而失败后，他开始了彻底的肉体改造，服用药物锻炼全身肌肉，进行地狱般的严苛训练，最终创造出了铜墙铁壁般的防御术。然而再度的改造只能作用于外在，他的内心依旧软弱不堪，寄希望于自己经过改造的细胞能够承受住毒素的入侵，完全没有勇气去面对失败。而就在此时，他听到其他人的声音，惊慌失措的起身，发现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一旁的角落里，边打游戏边神色如常的和他探讨着屏幕的材质。让马不要紧张，自己只是在
躲避蛇的追捕。要知道，这座保险库是全封闭的，马完全不知道鼠是从哪里钻进来的。记得马也是赞成和平协议的一员，鼠顺便将猴子被杀的消息告诉了他。提倡和平的猴子被杀，和平提案也就此消失。接下来唯有你死我活的厮杀。鼠至今没搞懂和平代表的重要意义，停战交涉似乎是英雄的本分，先阻止对战，再进行交流。但如果大家都像马一样进入防御状态，这个世界不就会停止运转吗？正因为有年轻和顽劣，这个世界才会日新月异。一切停滞不前的社会和被毁灭的社会没有区别，只知道防御而活着的马和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一番话下来，搞得原本就慌张不已的马更加懵逼。游戏结束，蛇追上了耗子，鼠瞬间如鬼魅一般消失了。最后他忠告马赶紧走，为了追捕他，无头蛇已经找到这附近了。马无视了鼠的警告，继续蹲下来当缩头乌龟，只要一出去就会被牛杀死，没有比待在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。比起死亡，他更害怕的是失败，但鼠的话让他心烦意乱，动摇不已，窒息的感觉渐渐涌了上来，周围越来越热，烟雾也弥漫了起来。马很快意识到窒息不是感觉，而是氧气正在被火焰大量消耗。没找到鼠的蛇放火烧了整座大楼，马就这样因为窒息挣扎地死在了最安全的保险库里。兔子一把扯开猴的肚子，从里面掏出一块宝石，猴子的尸体也成了他所驱使的傀儡。12大战进行到现在，只剩下了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这5名选手。最新死亡被兔子当成傀儡的蛇和龙是双胞胎，两人又被称为断嘴兄弟，联手盗去了数不胜数的珠宝店和博物馆。弟弟作为蛇能够感应大地，轻松潜入目标地点；哥哥作为龙有飞行异能，经常能在被发现之前带着弟弟逃之夭夭。搞钱是他们人生的最大目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盗窃活动成了兄弟俩之间的鱼性比赛。吉田家族的龙和蛇的战士代代都是双生子，兄弟俩是这一代默契度最高的一对，于是被选为了龙和蛇的代表，参加下一季的12大战，互相厮杀到只剩最后一人。这对从小一起长大、关系亲厚的兄弟俩来说，无疑太过残忍。兄弟俩这次又盯上了团伙走私精品的仓库，哥哥翻找了半天没发现什么值钱东西，听到动静窜到上空一看，自己的倒霉弟弟正因为抢了一只蜥蜴正被追杀。弟弟跑到对方易燃物的仓库里，撒油点火，威胁走私犯把蜥蜴让给自己，不然他们就被一起炸成烟花。走私犯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，眼看弟弟是真的要动手，突然一阵风吹来，仓库瞬间断电，一片漆黑。弟弟被哥哥拽到了安全的地方，照顾弟弟可是哥哥的义务。弟弟趴在哥哥背上，飞到半空，扔下打火机，笑着看走私犯炸成烟花。12大战当天，兄弟俩是最早到达会场的选手。弟弟提议他们埋伏起来去偷袭别人，第一个死的该是多么鲁莽的冒失鬼。两人乘坐电梯来到会场，伪装成服务员的兔子已经到了。羡慕兄弟俩的关系，兔子一上来就要和他们做朋友。虽然这人看上去脑袋不正常，但兄弟俩还是亮出武器准备应战。拥有地面感应的弟弟感受到了猴子在地下的异动，而就在他回头想通知哥哥的瞬间，脑袋被兔子削了下来。哥哥急忙退开防御，眼看两人的大战即将爆发，牛在此时进入会场。就这样，蛇成了自己嘴里第一个牺牲的冒失鬼。时间回到12大战的现在，已经变成傀儡的猴子闯入给蛇烧成火海的大楼，一脚踹开地下室，把早已窒息而死的马拖给了兔子。秒杀羊的虎妹也在街上遇到了无头的蛇，喷射器发射火焰朝虎妹烧去。虎妹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做出扑击的姿势后，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切断了蛇的右臂，将喷射器抢到手，对着嘴蹲蹲蹲，把里面装的酒精喝了个干净。没头的蛇都看傻了，单手做出了蛇拳的动作。见此，虎妹有些兴奋起来，打算和蛇认真的一较高下。然而他等了半天也不见蛇再有其他动作，不由得失望，看来真是一具死尸而已。虎妹扛着酒精罐子潇洒离开，正巧牛也到了现场，一刀砍断了蛇的另一只手臂。见蛇还在地上锲而不舍地蠕动着想要站起来，牛打算将其双腿也跟着砍了。然而虎妹听到动静回头，见来人是牛后，突然脸色大变，不由分说地做出扑击姿势，狠狠地盯着牛。然而就在牛打算延后处理蛇的尸体，迎战虎妹之时，异变突然发生了。蛇被砍断的2根手臂突然跳起，死死勒住了牛和虎的脖子。没想到兔子这个死灵法师已经厉害到能让一只手单独行动的程度，手臂的力量大到邪门，勒得两人几近窒息。牛拿着刀不知道如何下手，再看虎已经开始口吐酒精了。牛突然心生一计，危急关头向虎妹寻求短暂的合作，只要能过了眼前这关，他就答应和虎妹进行1对1的决斗。虎妹答应，于是牛把刀直直扔向虎妹，刀锋划过地面的火星，点燃了虎妹吐出的酒精。虎妹惨叫一声，火焰瞬间蔓延了她的上半身。
这场闹剧全被漂浮在半空的龙看去，他的弟弟还真是被利用了个彻底，烧死了马，还即将掐死牛和虎。如此破格的盛大战果，蛇在生前都不可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一直躲在空中也不是个办法，龙也得想想今后的对策了。1年之前，两人在某国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一家制药厂长期伪装成福利机构，在有组织的招募孤儿进行人体实验，甚至干着贩卖人口和倒卖器官的勾当。哥哥潜入制药厂，见到了其中的一对兄弟。弟弟因为药的副作用而长期失明，在此次新药成功之后，就不再需要孩子了，孩子体内的副作用也不会再管。制药厂想找机会和本地黑帮划清界限，但黑帮突然向其索要高额的封口费，准备在明天进行最后的交易。因为对双方的不信任，双方势力分别雇佣了兄弟俩作为保镖，而兄弟俩也盯上了双方作为交易的巨额封口费。交易时，双方果然起了严重冲突，彻底撕破脸。而等到双方得意洋洋地搬出自己的后援时，才发现2个后援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兄弟俩当场反水，大闹一通，将交易现场变成了冰与火的地狱。首领从现场逃向存放巨额现金的金库，然而兄弟俩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他们放火烧毁了制药厂，抢走了现场的所有现金，并导致数名无辜市民受到牵连。因为兄弟俩惨无人道的屠杀暴行，损害了甘芝12家的国际信用度而被告上法庭。审庭当天，弟弟告并没有参加审判，而作为代理人的哥哥对法庭的控告毫无异议。战场上平民受到牵连不是正常不过的事吗？但说他们屠杀雇主就不对了，他杀了弟弟的雇主，弟弟杀了他的雇主，这本来就是合约上的内容。法官觉得兄弟俩并非普通的杀人犯罪那么简单。这对兄弟偷取独裁国家的财宝分给穷苦的市民，劫空地下赌场的现金分给福利院受苦的孤儿，从企业偷取的现金发给穷苦百姓。制药厂抢得的钱财也全部分给了因人体实验而失明的兄弟俩。比起杀人犯，他们更多的时候被称为劫富济贫的义贼。然而背后的真相只有他们2人知道。分到财宝的市民开始因为抢夺财宝而恶斗，黑心的院长私吞孤儿院的所有钱财，但企业为了夺回利益，杀了不少平民。制药厂事件过后，医院为了掩盖丑闻，出高价委托他们干掉和人体实验有关的所有人。就在那对兄弟的弟弟恢复视力的当天，他们放火烧了整栋大楼，导致哥哥为了救弟弟而牺牲。1个月后，又特地回到火灾现场，将钱作为赔偿扔给了前来祭祀哥哥的弟弟，亲手打破了弟弟对义贼的向往。他们才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义贼，只不过是为钱而生的恶人而已。检察官觉得他们的举动并非出于善意，更没有作为战士应具备的正义感，靠着犯罪积累财富，而散财不过是一种消遣娱乐。哥哥从容不迫地反驳检察官，他们可是甘芝12家族的成员，12家族一旦接到委托，不论是战争犯罪都义不容辞。正义的定义有很多种，检察官口中的正义与恶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准的？审判结束之后，哥哥回到家里，装病的弟弟正在阳台烧烤送别蜥蜴，吃了2口觉得真难吃。12大战的邀请函正好送到了手上，他们等待的一天终于到来。没想到大战还没开始，弟弟就被杀了个彻底，还被利用了个彻彻底底。牛用刀点燃了虎妹吐出的酒精，虎妹挣脱束缚之后，又将着火的衣服扔给牛。尸体被烧焦之后，总算是不会动了。虎妹气冲冲地跑来找牛问罪，但是现在2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对付蛇的尸体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切碎的话，依旧会重蹈之前的覆辙。在高空将一切看到眼里的龙找到了出场的机会，这个局面并非没有办法应对。蛇被下达的首要任务是杀了鼠，如果他们能发现这一点并分开行动，战斗就会很快终止。龙的心中有了盘算，那就拜托他的亲弟弟拖住最难缠的2人，他先去解决其他人了。龙得意洋洋地从空中俯冲而下，突然之间，什么东西被从下面扔了上来。龙下意识地伸手接住一看，居然是自己亲弟弟的脑袋。而就在他愣神之时，兔子借着猴的力量，双手持刀一跃跳上高空，将他砍成了2段。龙和他的亲弟弟一样，都成了兔子的傀儡。兄弟俩以另一种形式再次的并肩作战。紧盯着不动声色的牛，虎妹陷入了回忆。他原名香奈江，是学武出身的12家族成员。在打赢史良刘道馆百人战之后，他被推举为下一任史良家的当家候补。师傅问他，对他而言何谓武与道？答：刻苦训练磨练到极致谓之武，正确使用武谓之道。师傅非常满意，将其作为战士派遣上了战场。而他心中所坚持的道，在亲眼见识到战争的残酷后开始崩塌。满眼的废墟与尸骸，人和人真的有必要残杀到这种程度？战场上有必要存在武与道吗？赤手空拳杀光了所有敌人后，他因表现优异被颁发了奖章，但是他却并不开心，情绪无处发泄，只能跑到酒吧卖醉。
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伪善，正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口号，就算是为了和平而战，能做的事却寥寥无几。派他上战场，只能将战事激化而已。酒保给他端了一杯水醒酒，水之清则无鱼，看得太清的人是无法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。他很快发现喝酒是个很好的逃避方法，只要喝醉了就什么都不会想了，而且四足爬行的效率要比走路快得多。无休止的战争中，他渐渐摒弃了人性，成了一个只会杀戮的疯子。只有酒精和血液才能让他忘记现实带来的痛苦，整日醉醺醺疯疯癫癫，却讽刺性的获得了更多称赞和功绩。只有什么都不去想，办事效率才会高。他已经迷失了心中的道，不过只是野兽而已。失望的师傅将他赶出了师门，他也不在乎，只是无休止的醉酒杀戮，不记得思考，忘记了一切，只是单纯的遵循本性，听从命令。他渐渐的开始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。即使这样的他，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尸体战斗，还是已经被砍成4分5裂的尸体。牛和虎妹目前依旧是同盟关系，为了避免兔子带来更多的后援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全离开目前的特殊局面。为此，牛盯上了龙的上半身背后的容器，和蛇的火焰喷射器不同，哥哥背着的冰冻喷射器，也就是说容器里装的是液弹。没等两人商谈完，兄弟俩分散的尸体就朝两人攻来，场面一度变得异常诡异。躲避弟弟攻击的虎妹终于明白了牛的用意，她一个猛扑抢走了龙背上的喷射器，扔到半空之后将其劈断，喷洒的冷气瞬间将兄弟俩冻结，在地上摔成了碎块。危机解决，虎妹又气冲冲地和牛吵了起来。本来按照约定，现在应该是俩人对战的时刻，不过他们同时都察觉到了战场上另一个人的存在，那就是一直躲在暗处的兔子。三方对决正式开始，在牛和虎妹的联手攻击下，兔子没过一招就被切得4分5裂。如今障碍除尽，两人的终局战斗也该开始了。虎妹之所以如此针对牛，是因为他们之前见过面。就在12大战开始前不久，虎妹又一次醉酒后闯入某个战场，周围埋伏的都是敌军，他觉得麻烦，不愿意搭理。而就在敌军即将动手之际，一道身影从他的身边划过，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在场的所有敌人。然而温柔地半跪在虎妹面前向他搭话，牛将他错认成了被敌军俘虏的普通小姑娘。一看虎妹还醉着，以为是敌人强行给她灌酒了，安慰了一番后要带她去安全的地方。虎妹也没有否认，只是问牛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和她一样保持正确。牛却说自己也没有思考这个问题，如果打算做正确的事，那就立即去做，仅此而已。虎妹心中矛盾不已，她正是因为做不到正确的事才感到痛苦，那份被她刻意遗忘的痛苦并没有融化在酒精中消失，而是一直折磨着她。所谓正确的事，如果不打算做是做不到的。人类总是会莫名犯错，然后自然而然地堕入邪恶，当自己察觉之时，早就走上了不归路。与之相反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知不觉的就做了正确事的情况，正确的行为需要正确的意识。如果他因为做不到正确的事而苦恼，那是因为他并不想要去做正确的事。人类迷茫的理由多到数不清，推卸责任，埋怨时代，谴责命运，但他们应该认清事实，不去做正确之事的人并非做不到，而是不想做。所以他无需为了刻意去做正确的事而苦恼。牛背着虎妹离开战场，他无法理解对方说的话，但是他愿意去尝试着理解。将虎妹带到安全的地方后，牛就离开了。两人明明同样是枚战士，立场却完全不同。虎妹意识到，真正能被称为战士的只有像牛那样的人，他并不为此觉得懊恼，恰恰相反，因为牛的出现让他头一次找到了人生目标。和之前浑浑噩噩的自己不同，他决定将一切都重新开始，再次审视自己，希望将来再见到牛的时候能获得对方的认可。他很快就查到了牛的资料，得知了对方也是12家族的战士。世界之大，存在着无数个战场，他坚信只要一直战斗下去，总会有相见的一天。没过多久，他在和家族朋友的闲聊中得知了12大战即将开始，鄂良家还没决定参赛人选。他原本对12大战没有丝毫兴趣，但一想到牛可能会参加，于是跑到了早已断绝关系的师傅那里，下跪求来了参赛的名额。天知道在12大战的会场上看到牛的那一刻他有多开心，但没想到对方却早已经把他忘记了。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，虎妹执意要和牛一决高下的原因，只是希望对方能够认可自己。而就在两人对峙之时，兔子的2截断手突然握着砍刀，朝着毫无防备的牛背后刺去。虎妹大惊之际扑上来推开牛，自己却被刀捅穿了腹部。好不容易向心中崇拜的师傅提出了决斗申请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
虎妹心中却没有一丝遗憾，因为她终于做出了认为正确的事。兔子的尸块蠕动着扑向虎妹，被牛一刀砍成了碎末，就连头都被劈成了2半，但是根本没用，分散在地上的尸块依旧在不停的蠕动，想要复原。死灵法师果然在各种意义上都很恶心，牛只好背着虎妹斩断通路之后快速逃离现场。生平第一次被人解救，牛拼了命的想要救下虎妹，但对于虎妹而言，是牛先拯救的她所做的不过是在报恩而已。此时的牛终于明白，兔子为什么在明知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会出现迎战。早就在被他们砍杀之前，兔子就已经咬舌自尽的，因为是被自己杀死，所以它自身也可以化为自由行动的丧尸。只能说兔子这个人疯得可怕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后，牛将虎妹放下来，打算先给她止血。从未受过这么重伤的天才在这一刻变得手无足措起来。虎妹不愿意让牛浪费这些无用的时间，兔子马上就会追来了，而且他也撑不了多久了。就算奇迹般的救护成功，他的身体也不可能再承受战斗的负担。临死之前，虎妹取消了和牛的绝对深情，她的最后一个请求是希望牛亲手杀了她。现在的她如果死了的话，就等于死在兔子手中，死后会变成丧尸，直到死为止，她都不愿意和牛为敌。迄今为止的战斗，他已经很满足了，能死在所谓的杀戮天才手中，也算得上是死而瞑目。牛答应了虎妹的请求，动手之前，他最后问了一遍虎妹为何对自己心怀怨恨，他们之前是否有过一面之缘。虎妹否认了，她并非怨恨牛，此生也是第一次相见。朝着牛露出一抹心满意足的笑容之后，虎妹就这样死在了牛的刀下。如今12大战的选手只剩下了鼠、牛、兔3人，究竟谁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？亲手杀死虎妹之后，牛这个冷血无情的杀手居然陷入了伤感之中，他也不明白自己在伤感什么。说到底，终结将死之人的性命在战场上本就多如牛毛，虽然自己酒量不好，但如果有机会，他也想会和这位伟大的战士喝上一杯。向虎妹行过一礼之后，牛开始专注应对兔子。对于他们战士而言，死亡即是救赎，但没想到兔子居然会选择自尽来控制自己的尸体，这种疯狂的做法属实已经脱离了正常人的范畴。牛抱上了就算死也要拿下冠军的觉悟。回想起之前的每一场战斗，每一位战士在各自的领域都占有某种优势，对他而言，能和虎妹相识就是他最大的优势。若不是虎妹舍身相救，他早已经没命了。兔子在这场大战中的表现可谓出彩，并非追求新奇好玩的鲁莽，他每一步行动计划都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所做之事全都是正确的事。只是他不明白兔子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。虽说赢得比赛可以实现任何一个愿望，但如果为此失去生命，还有何意义？真的有人愿意用死亡换取一个愿望吗？兔子到底是为了何事而下定决心，又打算做什么呢？可惜他没有时间去了解这件事了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只有赶紧把兔子的尸体烧干净。而就在牛想方设法收集汽油之时，兔子已经追了上来。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人或者尸体了，而是由身体的碎块胡乱拼凑出的人形，极其的诡异恐怖。兔子如同野兽一样朝着牛发起猛攻，而就在牛砍断兔子的手脚，打算再将其切碎成零件之时，一道身影猛地从兔子的肚子里冲出，浑身是血的猴子将牛牢牢地摁倒在地。没想到兔子这个4分5厘的尸块拼凑起来的怪物体内还混有其他人的尸体，而且就算他早有察觉，也绝非猴子的对手。如果猴子有意，就能轻松捏碎他的手脚，而不那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兔子在恢复，对方想要亲自动手杀了他，然后让他尽可能完整的沦为和猴子同样的傀儡。作为一名坚定的战士，牛自然不愿意沦为无意识只会战斗的傀儡，不能去做正确的事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咬舌自尽。然而猴子一个头锤下来，直接磕碎了他的牙齿，自杀被阻止，这下牛是彻底无计可施了。他只能尽力回想着在这场战斗中还存活下来的战士，而就在这时，鼠走进了他的视线。牛打死都没想到，12生肖中最后存活的居然是最弱小的鼠。这位没有丝毫存在感的少年出现在这一场景，显得非常突兀。他既杀不了兔，又救不了牛，现在走出来无疑是来送死的。但鼠却说自己勉强赶上了。杨老头子的尸体他找到了好久，或者准确的说，他要找的是羊手里的炸弹。兔子的实力在没有拼凑出完整的人形之前，无法做出其他动作。猴子负责将牛固定在地，也无法行动。现在是将兔子和猴子一起消灭的绝佳机会。当然，同样被消灭的还有牛。牛的心中并没有太多不甘，就算鼠再怎么是十恶不赦之人，也被放任兔子这种怪物要好太多。放置炸弹之前，鼠问牛还有什么遗言，牛只让鼠赶紧动手，对他而言这就是正确的事。他让鼠也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。鼠深深地看了牛一眼，启动炸弹后转身离开了。
鼠传说是骑在牛头上才得以成为12生肖中第一位盗贼的动物，它也算是被鼠占了便宜。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只是牛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少年，但还没等他想到什么，威力恐怖的炸弹已经将他和兔子一起炸成了灰烬。收集齐12颗宝石的鼠成为了第12届12大战的冠军。审评员想与他进行一个简单的采访，依旧提不起精神的鼠选择了拒绝。而就在他推开大门下楼之时，电梯的拉绳突然断裂，从150楼高空直直坠落。鼠睁开眼，再次回到了死前的房间。面对审评员的提问，再次选择了拒绝。在走楼梯的时候，被人从后推了下去。不管他重来多少次，只要选择拒绝，他只要出了那间房间，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害死，被钢筋砸死，被电死，被车撞死，被枪击，被刀砍，被鸟啄，等等等等。这一切都是鼠在拒绝这一选择中进行了100次假设，而且均以失败收场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选择了配合。评审员希望他能对自己在大战中的行为加以解释。回答之前，鼠再次做了2种选择：配合存活，反抗当场死亡。于是他选择了配合。他的能力名为干涉力，能够对概率世界进行干涉，同时预知100种情况，并选择任意一项作为现实确定下来。12大战的100种情况里，只有1种能让他存活，他只是选择了那一种情况作为未来而已。无论是多么优秀的战士，一生都只能选择1次，他却可以选择100次。也正是因为99次的选择，他才会知道所有人的能力，知道羊的手中有足以炸死兔子的武器，但同时体验100个选项会对精神造成巨大的负担，所以他才会经常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。评审员很欣赏鼠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应对自如的态度，或许是始终处于100次的分歧中，他的反应能力变得非常迅速。无论处于何种假设中，他也不知道猴子提出的和平提案究竟是什么，而且其他选项他全部是中途落败，并不知道其他99次分歧中究竟是谁获胜。这场采访最终进行到了早晨，评审员让鼠想好了愿望之后，随时通知自己。这一次他的离开没有出现任何意外。鼠名为请柱，在参加12大战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，在学校里总是埋头苦睡，人缘也不是怎么好。在赢得了12大战之后，请柱陷入了究竟该实现什么愿望的苦恼之中。为此，他又做出了100个愿望的假设。如果能实现你的任何一个愿望，你会如何许愿？统治世界还是拥有花不完的钱？请柱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别人。心地善良的同学希望所有人都获得幸福，但一想到那个变态兔子也会获得幸福，请柱就觉得世界非得毁灭。他总觉得自己如果不好好许下愿望，就对不住那些死去的人。想起了牛临死前让他去做正确的事，什么才是正确的事？请柱想到了复活猴子，那个比任何人都可以去做正确事情的人。但转念一想，唯有正确的人才能活下来，这还算正确的事吗？猴子能否接受这个事实？那如果让所有人都复活呢？那不就又重蹈覆辙了？更何况复活的人真的还是他本人吗？大战里的99次选择，他几乎和所有人都谈了一遍，也知道了他们的愿望。苍老的羊希望长生不老，机械执行命令的鸡希望能拥有自信，害怕失败的马希望拥有才能，自恋的猪希望拥有众多后宫。如果是满足自己的愿望，那将预知的能力增加到1000种如何？但如此，他脑中的负担就要跟着增加了。之前的12大战的预测里，已经让他留下了99次被杀害的痛苦和恐惧，被鸡害死，被猪射杀，被兔捅死，被牛砍头。消失的分歧点，除了其他人都会失去相关的记忆，只会觉得他有点眼熟，但是在他的内心会成为真实发生过的记忆。说实话，他能在这种残酷的厮杀中找到一条生路已经不错了。世界上有很多事，就算进行了100次的假设，也找不到一条可以解决的分歧点。比如参加12大战就是他无论怎样都避不开的选项。他初中时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用了100种方式告白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到最后他才知道对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所以无论他用何种手段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如果这种尝尽各种办法依旧失败的方式进行1000次，他或许真的就要崩溃了。凶神恶煞的狗希望能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，他从变态手中救下了一个被虐待的小姑娘，为了给女儿挣生活费才不得不工作。断嘴兄弟的愿望自然就是搞钱，有了钱就能无所不能。话虽如此，但和兄弟俩深入交流之后，就会发现哥哥其实并不信任金钱的价值，弟弟也认为钱只是一种掠夺的工具。变态的兔子希望能和全世界的人交朋友，虎妹希望能再次遇到牛，而他也是唯一一个实现了愿望的人。金猪越想越焦虑，说到底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梦想或者愿望，人生中发生的一切不过都是顺其自然而已。在其中的一次分歧点，他在临死前问过牛的梦想，但牛却反问他：你的愿望是什么？又是为了什么而战？为了什么而生存的？这些请猪都不知道。他想出了99个愿望，但每个愿望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，最终请猪崩溃了。而就在
在此时，评审员出现在他身后，问他是否想好了自己的愿望。在漫长的纠结之后，锦珠终于决定了自己最后的愿望，那就是让他忘记一切。他没有无论如何都要实现的愿望，已经受不了再被如此折磨了。第二天，锦珠照常来到学校，坐在座位上倒头就睡。但是今天的他一脸满足，像是遇到了什么求之不得的好事。